老头左腿类风湿，右腿老寒腿，却决定挑战零下40度的冬泳。只见他咬紧牙关，一头扎进河里，身子翻滚2下，便朝深处前去。这时冰面上浮起一串气泡，岸边人盯着那道渐渐扩散的波纹，不一会儿就看到一条裤衩飘了上来。这裤头是怎么回事？秦大宝人呢？不会是出事了吧？咱直接报警吧。很快救援人员就来到了现场。经过10几天的打捞，秦大宝成为了当年第一个冬泳失踪的人。就在所有人为他惋惜的时候，他却已经穿越到自己18岁，并得到了一个4合院系统空间。难不成是在水里见到的那个秘宝让我穿越了？等他缓过神来，却发现自己躺在炕上。这时一个小女孩走了进来。牛牛！秦大宝激动地跳下炕，一把抱住小女孩哭了起来。他忽然想到什么，直接来到了墙边挂着的日历前。现在是58年年底，距离妈妈病死还有3年，距离妹妹发烧打错药成了弱智还有4年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这一次我绝不让历史重演。妈，我哥醒了！妈，我哥醒了！陆秀娥闻言拿着笤帚走了进来，劈头盖脸的朝秦大宝抽了过来。小兔崽子，告诉你几遍了，别跟大鹏他们去河里游泳，这冰天雪地的，咋不冻死你呢？妈妈别打了，我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小兔崽子，今儿我要不给你来个狠的，你就不长记性。原来18岁的秦大宝因生病住院，错过了高考。每天没事的他就和朋友们去河里游泳，而今天他不小心呛了水，昏迷了好久才醒过来。妈，我小弟呢？你忘了上个礼拜天让你爸送你奶家了，这要是他在家，得把人气死。另外你爸去厂里了，他加班把活忙出来，要请2天假。大后天你二哥他们家的狗蛋要定亲。那我啥时候回乡下？明儿早上吧，正好你爸买了20斤棒子面，给你爷他们拿10斤去。秀娥，菜店来了大萝卜，你买不买？买！大包子，你在家看妹妹，我去买大萝卜，回来给你们包包子。随后陆秀娥匆匆忙忙的走了。秦大宝在家觉得没事干，便也出了门。这时邻居牛大妈走了过来。大宝啊，听你妈说你去跟人上颐和园游泳去了，你说你这孩儿咋这么能做呢？这大冷天的，不得冻坏了。牛大妈一张嘴磨叽起来没完没了，要是不搭茬都能追到家里来。牛大妈，大力还没找到工作呢。可不咋地，你说你们这帮孩子毕了业就在家一待，啥也不干，可太愁人了。牛大妈，我可听我同学说了，铁路机务段正在招司机呢。真假的？啥条件呢？好像是要初中以上毕业，身体强壮，家庭成分好，别的没啥。不过刚开始肯定干的是小烧，也就是往车里填煤的。哎呀妈呀，小烧也行啊，那工作多好，挣的还多，我得赶紧让你牛大爷打听打听去。牛大妈说完离开了，秦大宝则一直转悠到晚上才回家。他刚一进家门，就发现父亲秦庆友也在家里。这才点半个月就来200斤大萝卜，我和马婶刚到那就没了，我还寻思去的早能买2个回来包包子呢，这下只能喝粥吃咸菜了。媳妇儿，我听主任说，过了年咱们个人的粮食定量还得下调。这可咋整？上个礼拜你从乡下回来，不是说咱村的食堂解散了吗？老二老三也没啥吃的了。我本来想咱们再省省，也能接济一下爸妈，咱也不能让他们饿死吧。可这回粮食定量一降，咱们也吃不饱肚子了。庆友，你说这可咋办？要是不行，我晚上多跑2趟黑市北，要不咋整？总不能让咱爸妈饿肚子吧？大宝，明儿你回老家，把那20斤棒子面全拿上。二宝一天到晚没个老实气，你爷你奶宁可自己不吃，也不能饿着他，你都拿回去吧。秦大宝闻言点了点头，一家人很快吃过饭后便各自回房睡觉。秦大宝躺在床上，回想着自己的4合院空间。进4合院的口令是啥来？土豆，我是地瓜，不对啊，那来个东北的，天王盖地虎，宝塔镇河妖。东北的也不行，非得整外国的，芝麻开门。秦大宝越想越着急，他在床上不停地翻转身子。不是，到底是啥呀？让我进去呗。话音刚落，秦大宝倏的一下消失了。这时他已经站在了那个神秘的地方，眼前就是那个4合院和黑土地。出去！秦大宝又回到了自己的炕上，他在兴奋中沉沉睡去。等到第2天起床，他便背着20斤棒子面去往秦家沟。刚走到村口，就遇到了秦二宝和2个侄子。哥，大宝回来了。没大没小，别以为你俩30多岁比我大就可以瞎叫了。按辈分来说，我永远是你俩的叔。叔。你们干啥去？咱村成立了民兵排，我们哥俩都是民兵，这不3天2头得去村部开会学习。啥？民兵排谁管事？都有啥枪？我姓荣，也让大柱叔当民兵排排长，枪可多了，有汉阳造、大巴力、38大改。对了，还有2挺歪把子。我去，这火力够强的呀！回头我再去了解了解。现在我得去看我爷我奶了。你跟大柱哥说一声，我一会去找他。跟3人告别后，秦大宝朝着爷爷家的方向走去。在他刚进院子时，秦狗蛋也刚好走出房门。老婆子，咱大孙来了。哎呀，奶的大孙来了，快进屋，这又拿的啥玩意儿？秦狗蛋老2口看见自己的大孙格外激动。这是我妈让我带来的棒子面，二宝这么能吃，肯定是您和我爷把粮食省下来给他吃了。你妈净操那没用的心，在秦家沟还能把我小孙子饿着。奶我拿都拿来了，你们就吃吧，城里再咋地也饿不着肚子。秦狗蛋收起面袋子，他知道这是大儿子和儿媳妇的一份孝心。
小伙第一次上山打猎，就碰上5头大野猪向他扑来，而他不仅不逃跑，还直接坐在地上对野猪扮起了鬼脸。就在野猪离他仅有1米远的时候，小伙将手指扣上扳机，枪声如爆弹般炸起。野猪们刚蹬起前蹄，便接二连三栽进同一片落叶堆。这时身后窜出一头野狼，只见小伙一个转身闪击，那头野狼也直接仰倒在了地上。小鸭还想偷袭？我可天天喝灵泉里的水，现在100米之内2个蚊子打喷我都听得见。原来男人是重生到了18岁，他不仅意外开启了系统空间，还见到了那些早已逝去的亲人。秦大宝来到爷爷家后，他问自己的堂哥借了杆枪，这才跑到了深山里打猎。不一会的时间，他又枪杀了5只野狼和1只豹子，然后便心满意足的全部放进了空间。当秦大宝回到秦家沟后，发现父母也在爷爷家。你小子一个人跑到山里打猎去了，1天都没回家，知不知道家里人为你多担心？说完，陆秀娥就伸手去打秦大宝，而秦大宝迅速躲开。妈，别打了，爸，你和我二叔、老叔赶紧的，推板车。哎呀妈，你等我说完话再抽我。我打了2头野猪，实在拽不动了，你们赶紧帮我去整回来。大宝，你说啥？你打了2头野猪？哎呀妈呀，大孙呀，你没受伤吧？没受伤，我拽了1天，累死了，想回来叫庆荣伯找人去整回来，还没等说就挨了一顿打。秦庆有闻言赶紧跳下炕，拉起秦庆贵就要往出走。这时秦狗蛋却把他俩叫住。别急，听大宝怎么说。干啥呀弟，再不整回来就要被人发现了。你瞅瞅你仨那熊德行，一点章程都没有，也不知道随谁了。你下得中，你说随谁了？随谁？随老傻子了。秦狗蛋立马蔫了，他这辈子最怕他媳妇。这2头野猪咱家不能自己留下，现在村里几乎所有的人家都断了粮，如果这个时候咱还顾着自己的小家，有了吃的自己留下，自己吃饱了不管乡里乡亲，那咱们家在秦家沟的日子就算过到头了。谁管他们呢？这年头自己吃饱了肚子，管那么多猎，谁有能耐谁自己打去。村里人掐着瘪肚子，咱自己家吃得满嘴流油，这样的事咱干不出来。我大孙说的对，老二，你去找庆荣，让他组织人跟我大孙把野猪抬回来，给村里人分了。娘，眼大肚皮小的东西，你以为自己一家把野猪能留得下？听咱爹咱娘的，快去！秦庆友推了秦庆福一把，秦庆福随即便出门找秦庆荣去了，而秦庆贵却不乐意地蹲在了地上。老叔这个人30多岁了，还像个小孩子似的。不一会儿，秦庆福带着秦庆荣回到了这里，后面还跟着秦大柱。大宝，你跟三大爷说说，你打了2头野猪，真假的？当然是真的，打了2头，放在西山梁那了，太沉了，我从山里拽出来，实在整不动了。哎呀呀，太好了，2头野猪，我大侄厉害呀！那啥，大宝，那2头野猪多大呀？不大，估计2头加一起也就500多斤吧。不，500多斤，那等啥？快走啊！这么大的2头猪，即使是村里分，每家也能分上5、6斤。秦大宝闻言便要和他们一块去，5、6个人打着火把这就上了山。很快他们就找到了那2只野猪。大宝子，你这儿枪打得太准了，几枪都打在眼睛、鼻子和嘴上了。侥幸侥幸。庆友，这2头猪咋处理？要不1头交村里，1头你们自家留下。行，这个行。行什么行？莫非这个庆友是想把2口猪都留下？这个就过分了。三哥，这2头猪给村里人分了吧，留到过年，总得给家人吃顿饺子吧。庆友，太感谢你了，这几个月我可太煎熬了，粮食越来越少，现在村里的粮食去掉种子都不够村里人吃2个月的，我和村干部的头发都愁白了。三哥，赶紧的把猪抬下山吧。好，抬下山分肉，再弄几锅杀猪菜，焖上高粱米饭，让老少爷们吃一顿饱饭，这都多亏了我大侄儿呀。村部门前的广场上，会计秦大贵组织人杀猪分肉，村民们围聚在这里，顿时觉得日子都有了盼头。第2天，秦大宝醒来，就发现屋里很是热闹。今天是侄子小狗蛋定亲的日子，我记得上一世女方临时变卦，还要加20斤棒子面彩礼，看来今天必定很热闹呀。什么玩意儿啊？不是都说好10斤棒子面5块钱彩礼了吗？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呢？就是这彩礼都是讲好的，突然加彩礼还加那么多，这不是耍弄人吗？这女方就是狮子大开口啊，再加20斤棒子面，不给就不成亲，以前给的也不退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那是该咋办呢？这狗蛋妈孤儿寡母的，本想早点给儿子娶媳妇，这还一波三折，不是砍，娶个媳妇比娶金还难。能咋办？我爹他们正商量的时候，女方的哥哥咬死口，必须加彩礼，狗蛋妈咋求都不好使。后来狗蛋急了，和女方的哥哥打起来了，结果被女方的哥哥给脑袋打了个口子，哗哗淌血。哎呀妈呀，狗蛋咋样？你叔叔他们是死人呐，就让人这么欺负咱老秦家人。狗蛋没大事，大柱子也把打人的扣住了，不给个说法就送公社了。秦大宝一直没有插话，他回到自己家里，躺在烧热的炕上，随即就进入了空间。秦大宝惊喜地发现，才过了10几个小时，黑土地上的庄稼和蔬菜已经长得老高。从空间出来后，他迷迷糊糊的又睡着了，因为他得半夜去趟黑市，好把空间里的野物都给卖出去。
家里20年没开过荤，他却拖来500斤猪肉在集市上低价卖出，而饿成骨架的弟弟伸手想碰，他竟拎起整扇肉甩给了野狗。这猪肉咱不用稀罕，哥昨天打猎还猎到了1头熊和1只豹子呢，等完了让娘做给咱们吃。安抚好秦二宝后，秦大宝在背篓里放了10斤猪肉和1个猪头，然后就来到了黑市。买还是卖？卖，2毛钱。秦大宝递过钱后，便被对方带到了院子里面。兄弟，我想找你们老大谈生意。你背这个背篓，里面充其量有50-60斤东西，还找我老大谈？你没病吧？你瞧不起谁呢？告诉你，2头野猪500斤重，你能做主？2头野猪，就凭你能打着野猪？秦大宝不再和他废话，径直走向了院子里别的摊位。只见他用意念割了60斤肉，不一会儿有2个村民走了过来。好肉，真肥，怎么卖的？带票1块2，不带票1块5，5斤1块肉，足斤足两。我去，这也太便宜了！现在在黑市有票的猪肉都1块8了，兄弟，给我来5斤。小兄弟，这2块肥的我要了。一转眼60斤肉卖了个精光，就连猪头都20块钱卖了。秦大宝直接进账110块，他刚要走，就看到小喽啰领着一个男人走了过来。大哥，刚才卖肉的就是他。朋友，对不起了，我这个兄弟有点彪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他计较。我就是卖点肉，无所谓计较不计较。朋友大气，听说你有2头野猪，这么的1块5一斤，你有多少？我要多少？我还有500斤左右。呵，我全要了。你找人带着秤跟我走，咱们一手钱一手货。秦大宝说完向院子门口走去，老大带着小喽啰也远远的尾随而来。秦大宝找到一个拐角，一挥手从空间里将剩下的野猪放了出来。朋友厉害呀，这么大的野猪也敢打？没办法，都快饿死了，不拼命不行。小喽啰随即用秤勾起野猪。大哥，一共465斤，697块5。哈哈好，朋友，咱们凑个整，我给你700，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尽管给我送来，我绝对不差事。秦大宝收过钱后，跟2人告了别，便转身离去。而那个老大望着他的背影，突然冷笑起来：“把钱拿回来，做得干净点。”这个您放心。小喽啰一挥手，带着2个人顺着秦大宝走的方向追了过去。这时秦大宝已经听到了后面的脚步声，他立刻闪身进了4合院空间。这小子腿脚挺快，操，一定是躲在哪了。3人又在附近找了一圈，还是没找到人，最后只好悻悻的回去交差。原来是黑吃黑呀，看来这个黑市没少做这种事。不过我也不是打掉牙就往肚子里咽的人。秦大宝纵身翻过围墙，然后一点一点的向前走。这时他才发现这院子后面竟然有一个巨大的仓库，里面还装满了粮食。秦大宝贴在仓库的墙上，试着用精神力一收，一眨眼的功夫，整个仓库就已经是空空如也。秦大宝继续向前探去，发现仓库后面还有一个地窖，他不管3七21把地窖清空，然后就顺着围墙跳了出去。这时候天已经蒙蒙亮，秦大宝不敢停留，抓紧就往家里走。等他回到家后，把空间里收的物资一清点，顿时乐了起来。2箱金条，10来箱古董字画，自行车有28辆，收音机17台，缝纫机25台，3麻袋棉花，100多匹素色的布料，还有58300多元。秦大宝长出了一口气，只是来了个黑吃黑，他就实现财富自由了。等秦大宝打开剩下的那10几个长条箱子，突然就吓了一跳。这么多的军火，怎么会在黑市老大的手中？秦大宝心里即使怀疑，现在的他也做不了什么。他休息了片刻后，决定去趟寄卖行，那地方最不缺的就是宝贝。走了2个多小时，秦大宝终于来到了京城，而他第一件事要先去看望教他8极拳的师傅。童师傅一手8极拳打遍天下无敌手，他儿子童大鹏也是跟我好了一辈子的损友，想想也挺有意思的。上一世要不是童大鹏撺掇我去东涌，我还不会重生回来。秦大宝找了个没人的地方，从空间拿了20多斤肉，还有20斤大米白面，双手提着就进了童家的4合院。这时他看到童师母正好在晾衣服。师娘，大宝来了，你这孩子怎么拿了这么多东西？好几天没来看您和师傅，昨天回老家打了头野猪，这不闹了点肉，给大放和小桂花解解馋。你这孩子就是仁义。就在2人说话间，童师傅从屋里走了出来。来了，咱有俩搭把手。说完，童师傅就要是秦大宝的功夫，2人比划了几下后，直到童师娘出来叫他们才停了手。接着童师傅进了屋，秦大宝知道师傅的毛病，也就不理他了，自顾自和师娘聊天。师娘，大鹏呢？昨天出去玩了，说是去门头沟了，一半天回不来。这个童大鹏和上辈子一样，就知道玩。大宝，你工作的事有消息了吗？有谱了，还在等消息。那就好，就大鹏这个孩子真让人发愁。师娘，你放心，我这边会尽全力帮大鹏找到工作的。童师娘闻言点了点头，2人又闲聊了几句后，秦大宝离开了师傅家，然后朝着供销社走去。他买了一大堆东西，去结账的时候，售货员却扭扭捏捏。我叫王凤，旁边这个是张彩玲。哦，我叫秦大宝。现在买东西还需要自报家门吗？今天有桃酥，不过有点碎，是瑕疵品，不要票，你要吗？秦大宝闻言高兴坏了，然后就大包小包的离开了供销社。这时张彩玲凑了过来，咋样？问他叫啥了吗？王凤轻轻的摇摇头，她虽然看着羞涩一点，可是心眼极多，她可不想和别人共享这样的好小伙。
家里人饿得眼窝发青，他却将1000斤猪肉低价卖到了钢厂，而父母对他不仅毫无怨言，甚至还催男人把家里的余粮全部拿出去卖。原来男人前几日依靠系统打猎，由于打到的物资太多，怕引起家里人怀疑，所以他只好来到城里的钢厂卖。在走到钢厂门口时，他碰巧看到了自己的儿时邻居。柱子哥，你不记得我了？我叫秦大宝，住在113号院。哦，你是前锋车间秦师傅的儿子。柱子哥，问你点事儿，你们食堂缺肉不？七啊，这年头哪都缺肉，咱们轧钢厂1万多工人，多少肉都不够吃。怎么的，兄弟，你也有门路？对，我这里大概有800-900斤。兄弟，你等我去叫我们主任。说完，傻柱一溜烟的跑走了。过了10分钟，他带着一个老大爷又跑了回来。小老弟，傻柱说你能弄来猪肉，是不是真的？能弄来多少？大宝，这是我们食堂潘主任，刚才帮着后厨和面蒸馒头，一听到我说你能弄到粮食，太激动了，一下子把面盆扣翻了。潘主任，我能弄来猪肉，但我有一个要求，我只要现金。明白，没问题。小兄弟放心，我们轧钢厂归重工业不管，对粮食、蔬菜和肉类有额外的计划外指标，你卖给我们肉，绝对不犯毛病。那潘主任，你们这能吃下多少猪肉？小老弟，你有多少，我要多少。我能卖给你们1000斤左右的野猪肉，你们能出什么价格啊？哎呀呀，小老弟放心，我全都给你按黑市最高价走。猪肉去掉头蹄下水，净肉1块8一斤，咋样？秦大宝在心里估算了一下，他这一迟疑，可把潘主任吓够呛。小老弟，你放心，我们轧钢厂肯定不会让你吃亏，我再给你加2箱好酒。成交。这样，咱们换个地方交易，半个小时后，轧钢厂往东走，有个树林。往东走的树林，我知道，我把肉运过来，咱们在那交易，你记得带秤。没问题。潘主任带着傻柱就回厂里找车，秦大宝则直接走到了树林，他手往后一挥，空地上瞬间就出现了3头大野猪。这时卡车也在树林外停了下来。潘主任和傻柱下车后看到野猪肉，顿时笑得合不拢嘴。潘主任，你叫人称一称吧。潘主任一瞧便知道这分量足有800-900斤，他又摸了一把，发现猪肉还有温热。小兄弟，你可太有能耐了。过了10几分钟，几人便称完了所有猪肉。主任，大宝，一共928斤，930斤，凑个整。潘主任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，数了数后递给了秦大宝。兄弟，1800，你查查。不用查，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互相信任。潘主任高兴地直点头，从驾驶室里搬出来2箱酒。兄弟，这是答应给你的2箱酒。哎呀，这多不好意思，谢谢潘主任。哎，别叫主任，叫潘哥。那个兄弟，我冒昧的问一句，就这些肉，以后还有吗？不瞒您说，这是我上山打的，以后嘛应该有，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。没关系，如果要是有，兄弟你尽管拉来，多少我们轧钢厂都要，价格你放心，肯定比黑市高。妥了，只要你们钱到位。没问题，你放心兄弟，咱们厂子不差事。那只要是有了，我就让柱哥通知您。秦大宝说完就从树林后面走了。在快到家的时候，他找了个没人的地方，从空间里拿出一条麻袋，里面则装了很多粮食。秦大宝提着麻袋，马大婶就迎了上来。大宝子，提溜着啥玩意呀？看样子挺沉。秦大宝也没想瞒着，他从麻袋里掏出一头小猪。哎呀妈呀，这啥呀？哎呀，是猪啊！大宝子，你这是把谁家的小猪给掏了？这可不中啊！婶告诉你，可不能走歪门邪道啊！马大婶，你嘴好使，眼睛不好使是吧？那是野猪，这是我在我奶家山上打的野猪，谁掏别人家了？你仔细看看，家养的猪有这么大的牙吗？有这么硬的毛吗？你可真有意思。马大婶被对得一愣一愣的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秦大宝翻了个白眼，拎起麻袋就要往家走，却被马大婶一把拉住。你这孩子咋这么不识逗呢？婶逗你玩，你咋还急眼了呢？大宝啊，你这孩子可真有能耐！你看看这小野猪得有50-60斤，你家才5口人，能吃了吗？能不能吃的了，关你什么事？秦大宝说完就提着袋子向自己家走去，背后传来马大婶小声的咒骂，他直接选择无视，然后回到家把陆秀娥叫到了跟前。这是哪整的？妈，其实我前2天回乡下打猎，不只是打了2头野猪，我一共打了5头大野猪，还有这头小野猪，我当时怕都拿出来被村里人分了，所以就藏在山上了。今天上午我找大鹏他们把野猪偷偷运下来了。我儿子就是心眼多，那还剩3头大的猪呢？我卖了，妈你放心，我把野猪卖给我爸厂里食堂了，找傻柱帮我卖的，不是卖给个人。卖猪肉的钱呢？秦大宝掏出了钱，妈一共卖了1800，这是1500，剩下的我找同学他爸买了10斤大米，10斤白面，又换了点票，给妞买了1斤奶糖，1斤白糖，还有这个桃酥，不过桃酥没用票。这可好了，有了这钱就能去你爸厂里买个工作了。妈先别买工作，我今天去我师傅家，听到一个消息，说市公安局过了年要招工，我的条件正好，我想让我二师哥找找关系，要是不行再说不迟。行，等着，妈给你们包包子，肉都自现的。说完，陆秀娥就进了厨房。
村里人人都吃不饱饭，他却打开院门招呼408社来家中吃肉，而且连请3天3夜，甚至邻居家的狗也被列入了邀客名单。小兔崽子，现在有这么大能耐了吗？请客吃饭真厉害呀！可不咋地，这孩子一大，一天一个样。平时看大宝子文质彬彬的，这还敢打野猪，打完野猪了也不忘记请咱们吃个饭。行了，大家就都别客气了。原来秦大宝喝了灵泉里的水后，身体各项技能都大涨一截，一次打猎就收获了全村1年的食物，所以他这才决定请村里人吃饭。不一会儿的时间，上桌的人就已经吃的是十分的满足了。大宝啊，我听你大妈说，铁路机务段招火车司机，这是靠谱不？靠谱，我同学已经报名了，过了年就考试，好像是先干小烧，然后再学开火车。哎呀，这可挺好，牛大哥，你得赶紧给大力报名啊！我一个干苦大力的，又没人没钱，人家能招咱们孩子吗？说的也是，这铁路咱也不认识人呐。这要是大宝和大力一起去，咱们看看能不能花点钱，这样俩孩子工作不就都解决了吗？大宝不用你们操心，我5月份退休，让大宝顶班。哎呀，张叔，那可不中，你离退休还有4年，怎么能早退休呢？这可不中。咋不中？我一个孤老头子，没家没业，没儿没女，这些年全靠你们俩口子照顾，要不我老头子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。我的工作不给大宝给谁？再说了，就凭大宝的孝心，以后还不给我养老？老头子，你把身体养好，多干几年，我工作的事不用你操心。你是我干孙子，我不操心谁操心？你可得了，你那工作我可瞧不上。你个混小子，我那工作咋了？放心，我有章程，工作的事你们不用操心。牛大爷，你拿着户口本和街道办介绍信给大力把名报上，完了我再找我同学，看看有没有关系，争取让大力上班。那可好，那可好。几人又闲聊了几句，便都回各自屋里睡觉了。第二天早晨，秦大宝带着妹妹去了大街上的早点铺。突然，他看到街上一片混乱，直接跑过去看热闹。我靠，是赵厂长家的小子赵素觉，他吃枣子卡住了。秦大宝连忙上前，待仔细一看，发现赵素觉的脸都憋紫了。大叔，把这孩子给我，我能把他救活。秦大宝说完，就一把将孩子接过来，然后用双手在对方肚子上用力挤压了5下。只见赵素觉一张嘴，哇的一下吐出一枚带血丝的枣核。秦大宝刚松一口气，却突然被人一脚踹翻。哪来的混小子，敢欺负我弟弟？你大爷的赵素春，你踹死老子了！没想到自己这个小学女同学还是这么糊里糊气。傻老大，你刚才给我的大枣差点噎死我，大宝哥救了我，你还踹人家？对不住啊。行了，你要干嘛去？我妈让我买瓶醋，坏了，我瓶子呢？他刚说完，扭头就跑。秦大宝则带着赵素觉来到了早点铺。没一会儿，赵素春就走了过来。大宝，谢谢你，刚才你救了我弟一命。没事没事，春儿，我许姨又生了。老几？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老五叫赵素晓。赵叔威武，这是真想招半首师生啊！几人很快就吃完了早饭，跟赵素春姐弟告别后，秦大宝带着妞妞回到了家里。大宝，我昨晚上又眼皮一个劲的跳，总觉得有啥事，你上午去把你弟接回来吧，在你奶家能把你奶烦死。你们还真是见到烦，不见就想。秦大宝随即出了门，刚到爷爷家，他就看到奶奶在哭泣。奶咋地了？别哭，有大孙呢，啥事都不叫事儿，你可别把身体哭坏了。咋地？是你二叔告诉你们了？没有啊，啥事啊？二宝贝昨天和他2个哥哥出去玩，也不知道是冻着了还是被啥东西吓着了，半夜就发高烧。你奶把老刘婆子请来教了半天也没啥用，我叫你二叔老叔给二宝送向卫生院去了。没事啊，奶，不哭了，别担心，小孩发个烧感个冒很正常，肯定没事，否则我二叔老叔早就去我家报信了。秦狗蛋和老太太听大宝这么一说，心里才好受多了。爷奶，我去卫生院看看，你们放心吧。秦大宝说完就往卫生院赶去，他刚一进门，迎面就碰上了秦庆贵。大宝，你咋来了？谁给你的信儿啊？我去了我奶家，二宝咋样？退了一点烧，还是高，大夫又开了2瓶药，我和你二叔身上的钱没带够，这不正要去找你爸？我带钱了，走，赶紧去交钱。两人急匆匆地往交款处跑，秦大宝排上队后，回头看向秦庆贵，大夫又给开啥药啊？好像是叫什么西林东林的。有药单吗？给我看看。秦庆贵从兜里掏了掏，拿出了巴掌大的一张纸递给秦大宝。秦大宝只看了一眼，眼珠子差点瞪出来。这个药可太让我刻骨铭心了，就是因为这个药副作用太大，不光妹妹遭到了毒害，有无数的孩子因为这个药成了傻子，弱智。不在这看了，老叔，我带二宝去军区医院。秦庆贵有点发懵，不过他看到秦大宝焦急的表情，也只好点点头。两人随后来到留观室，此时二宝正昏昏沉沉的睡觉。这城里的孩子就是娇气，俺家大犬大军就不会得病。站在床边守候的秦庆福一见秦大宝进来，顿时感到如释重负。二叔、老叔，我送二宝去军区医院，你们累了一宿就别去了，回去告诉我爷我奶，二宝没事。
秦庆福闻言只好点头答应。秦大宝随即抱着弟弟出了卫生院，这时一股冷风扑面而来，让他直接打了个冷战。秦大宝背着二宝来到了军区医院，他们直接来到内科找到看病医生。孩子怎么了？昨天晚上发烧，后来到乡卫生院输了点滴，也没多大效果。说完，秦大宝掏出卫生院开的药单，这是即将给我弟弟使用的药，我看过一本书，上面说这个药有副作用，我就没让他们给我弟用。医生拿过药单看了一下，鼻子里哼了一声。庸医害人，不用输液，我开3剂药，把烧退了就好了。医生随即开完了药，秦大宝抓完药后，立马开始熬药。此时走廊里传来一声叫喊：“大宝，大宝！”秦大宝回头一看，是陆秀娥上台阶跑了过来。你弟咋样？退烧了吗？在里面呢，没啥大事，我给他熬药呢，马上就好。陆秀娥推门进了病房，里面传来二宝的哭声：“妈，你出来，谁看着妞妞呢？”让你牛大妈帮着看一下呢。你二叔上家一说，可把我吓够呛。大宝，医生怎么说的？就是风寒引起的感冒，指定是和别的孩子疯跑，玩了一身汗才感冒的。陆秀娥闻言用手指戳了戳二宝，哎，这回看还嘚瑟不？妈，我饿了。秦大宝听后便下楼去买吃的，折腾到下午的时候，秦二宝终于退了烧，几人也这才回了家。秦大宝几人回到家后，陆秀娥便独自去熬药了。大宝见状走到厨房，他打算今天的晚饭由自己来做。不一会儿的时间，秦庆友就下班回到了家。谁家做饭这么香啊？哎，媳妇儿，你咋熬药了呢？水咋的了？陆秀娥还在蒙圈状态，她用下巴指了指厨房。那是我儿子吗？大宝以前可不会做饭呢。大宝，你做的炸酱面，哎呀妈呀，这咋还有黄瓜丝呢？这可是稀罕玩意。儿子，你哥那整的？我师哥给的，还有西红柿，叫弟弟妹妹吃了，赶紧的，放桌子吃饭。一家人很快吃了饭，秦庆友拍着肚子，舒服的伸了个懒腰。他一转头才看见放在一边的中药。谁有病了？还不是你小儿子。早上大宝去接小宝回家，过去了才知道小宝昨天出去疯跑，半夜发烧，咱爸咱妈让老二老三给送卫生院去打点滴了。秦庆友赶忙抱过二宝，摸摸额头。哎呀，早退烧了。他哥一看卫生院的水平不行，又把他送军区医院了。人家大夫给开了3副药，吃了1副就退烧了，一会儿睡觉前再吃1副。妈，我都好了，不吃行不行？不行，嫌苦妈就给你2块糖。妈妈，我也要吃糖。好，一人2块。2个小孩闻言立马欢呼了起来。第二天，秦大宝要去派出所找二师哥问问工作的事，不过不是为了他自己，而是为了自己的损友佟大鹏。秦大宝坐上去城里的公交车后，他注意到一个京城大妞在偷窃，只见对方用刀片在一个中年男人的公文包上一划，一叠钞票和钱包就全部溢了出。在大妞下车后，秦大宝也跟了上去。下货手法挺利索，见面分一半吧。吴小花愣了一下，她转头看去，只见不远处的树下蹲着一个少年。吴小花鼻子里哼了一声，转过头继续向前走去。吴小花，道上人称玉观音，孤儿，从小被4、9成的老佛爷吴老刀收养。居然知道我的名字，看来是遇到同行了。吴小花直接扑上去，然后抓起秦大宝的手。救命啊！抓流氓！秦大宝微微一笑，一把抓住吴小花夹着刀片的手。喊呐，看看是来人抓你这个女贼，还是抓我这个流氓？此时不远处已经有人听到了喊叫声，于是都向这边跑来。秦大宝见状松开吴小花，他内心非常欣赏这个烈性的女子。后会有期，小花，我叫秦大宝，刀片下次见面还给你。说完，秦大宝撒腿就跑。吴小花一摸6口，里面的5个刀片都没了。他又看了一眼自己的手，顿时俏脸一红。小贼，敢占姑奶奶的便宜，下次见了削死你！不过秦大宝这时已经跑出很远，根本没有听到吴小花说的话。秦大宝来到城里的一处派出所，他的师哥朱志雄在这里当支副所长。刚一进办公室的门，秦大宝就被朱志雄一把搂在怀里。混小子，快1个月没见了吧？秦大宝知道二师哥8级拳功底深，手脚没轻重，被他这么一搂，便急忙用手格挡。好啊，小六，这才1个月没见，你的功夫进步这么大，刮目相看啊，小师弟。二师哥，你的铁山靠越来越硬，我的肩膀现在还麻呢。快，来，坐下。秦大宝被按坐在椅子上，朱铁雄则回身坐在了他的对面。小六，今儿咋有空到哥这来了呢？有啥事你说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？说，哥给你出头。不是，师哥，我是为师傅的事来的。师傅怎么了？我这半个月太忙了，一直没抽出功夫去看师傅。师傅的身体还好。师哥，我说的是师傅家里的状况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再这样下去，师娘的身体快扛不下去了。我知道，可是师傅这个人，他只知道练武。师哥，我今天来是记得你说过有个战友在车站派出所工作，我是想能不能花点钱在车站派出所给大鹏买个工作，哪怕是临时的呢。朱志雄闻言又重重地叹了口气，这对他而言属实有些为难。秦大宝找到师哥朱志雄，想让对方给佟大鹏介绍工作，可没想到朱志雄只是一直在叹气。我何尝没有想过给佟大鹏这个师弟找工作，如果是差钱，几个师兄弟凑凑也差不多。但是有2个原因一直如鲠在喉，一就是成分问题，另一个就是佟大鹏这孩子不定性，玩心重，怕干不好工作丢我这个介绍人的脸。
师哥，我听说年前车站公安分局就要取消，派出所也要从市公安局分出来，以后归车站管。也就是说，政审这块就放松了。不过这样放松的情况不会持续多久，我寻思能不能趁这个空档把大鹏给弄进去。啊，我早听说车站分局要取消，但是啥时候取消还不清楚。小六，你的消息确实吗？确实。那我打电话问问。朱志雄随即走到一边拿起了电话。过了一会儿，秦大宝看到他走了回来，于是便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烟，抽出一颗递给了朱志雄。小六，你还没有工作，怎么抽这么好的烟？我有钱，前几天在望儿山打了几头野猪，拉回来卖了。卖了？混小子，现在禁止个人买卖，你不知道啊？哎呀，放心吧，师哥，我卖给我爸厂里食堂了。茶岗厂食堂，那就没问题了。朱志雄随即点着了烟。小六，刚才我战友说，他们派出所正好有个老人要退休，回南方老家养老，准备把工作卖了，要800块钱。太行了，师哥一定要留下，钱不是问题。说完，秦大宝从书包里拿出一叠钱，他数出了800，然后放在朱铁雄面前。小六，你这是干嘛？你一个没参加工作的孩子，怎么能用你掏钱？我们几个大人凑凑就有了，你赶紧收回去。师哥，你听我说，你家里7口人，就指着你和大爷俩人的工资生活。我知道你平时连早饭都不吃，就为了省一口给老人孩子。平时所里加班你也都抢着上，一是为了那块8毛钱的补助，二是为了在所里吃，给家里省那2顿饭。你哪还有钱？不客气的说，现在你家里能拿出200块钱存款，我算你有能耐。至于大师哥，那你也知道，师嫂身体不好，一直在吃药，家里拉着饥荒，还着都费劲。3师哥和4师哥在部队，5师哥他妈你也知道咋回事。你说你们几个哪凑钱去卖血吗？我这是打猎卖的钱，一半给了我妈，一半留着给大鹏买工作。师哥，这钱你一定要收，不过千万不要告诉师傅师娘啊，你就说托战友找的，没花钱，搭了个人情。朱铁雄羞愧得无以复加，他紧紧抓住秦大宝的手，半天都说不出话来。秦大宝从派出所出来后，赶忙去了师傅家，他打算找佟大鹏好好谈谈。秦大宝刚一进屋，就看到师娘在里面。大宝，快上炕里来坐，炕上暖和。师娘，我是来找大鹏的，他回来了吗？回来了，昨晚回来的，还没起来呢。昨天就说今天要去找你呢。行，师娘，我先去找大鹏了。那中午在家吃，我去给你们做饭。不用了，师娘，我和大鹏有事出去一下。说完，秦大宝就去了耳房，他一进门便掀起了佟大鹏的被子。你干嘛呀？王八犊子，把我扔家里你就跑了，我差点被我妈扒一层皮。哎呦哥们，我就说你肯定没事吧。赶紧的，穿衣服，咱走，便宜坊，我请客。你有钱了，哪整的？你可别磨叽了，赶紧穿衣服，我到外面等你。等佟大鹏从屋里出来后，两人一路小跑来到了便宜坊。等入座后，2只烤鸭很快就上了桌。只见佟大鹏狼吞虎咽，几口便吃完了自己的那只。哥们儿，才几天没见，你咋像变了个人似的？这要搁平时，我吃东西能抢过你。你还舔脸说你撺掇我去捞鱼，完了我呛着了，你把我扔家里就跑了，你还是人吗？秦大宝此时正和佟大鹏吃烤鸭。你可拉倒吧，你妈就差拿斧子把我给劈了，我还不跑。再说我都给你送家去了，你还想我咋样？行了，别整那副委屈巴巴的样了，看着恶心。哥们儿，你今儿咋有钱请哥们儿来搓一顿呢？哪来的钱？有好事带我呗。瞅你那狗腿子样吧，跟你说，我这是进山打猎挣的。你可别扯了，就你还打猎，你丫连我都打不过。你爱信不信？嘿嘿，是哥们不？是哥们，下次打猎就带上我。德行，大鹏，今天找你吃饭还有一件事。啥事？我和2师哥给你找了份工作，基本上8、9不离10。你和2师哥给我找了份工作？对，给你找了份工作。哎呀呀！两人吃完饭后站在便宜坊门口，秦大宝从书包里掏出50块钱，塞到佟大鹏的手里。大鹏，爹妈眼看着就老了，咱们都该长大了，懂点事了。自己的爹妈多心疼点，这点钱你回去买点煤，再给师娘买点药。师娘咳嗽不是1天2天了，我这边已经托人买棉花了，到手了就送过去。得了，我先走了。秦大宝说完就往家走了，留下呆呆的站在街上的佟大鹏。秦大宝回到家后，他把棉花和布料往炕上一堆。大宝，你哪弄的棉花票和布票？不是弄的票，是从黑市买的。你个死孩子，咋往那个地方跑？被人抓住可怎么整？没事，大鹏给我看着人，有人抓我就跑。妈，你知道谁也跑不过我，而且我2师哥说了，有事提他，小来小去的没事。突然一阵敲门声响起，秦大宝一看，是傻住的妹妹何雨水。大宝哥，我哥请你去我家吃饭，说有事和你商量。秦大宝闻言便跟着何雨水走了。刚进傻住家门，他就看到了桌子上的2道肉菜。今天运气好，托人从乡下买了只鸡，有3斤多，我寻思一半做蒸滑鸡，另一半做个煨鸡，咱哥俩好好喝点。傻柱刚招呼秦大宝坐下，一个中年男人就走了进来。柱子，有客人呐。易大营，您吃了吗？吃了，我就是通知你一下，6点半咱们召开全院大会，不能缺席啊。哎，好嘞。
易中海又看了秦大宝一眼，面沉如水的走了出去，整得秦大宝一头雾水。不一会儿的时间，饭就做好了。柱子哥，你今天找我吃饭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？有事您就说，咱哥俩谁跟谁啊？傻柱今天请秦大宝吃饭，秦大宝则吃得很纳闷。兄弟，你这份情哥哥领了。今天这酒，一是为了感谢你，你卖给我们10糖肉，可给哥哥我长了大脸了，就连李副厂长都夸了我好几回了，还让我当小组长，涨了1级工资。这可是好事，柱哥，咱别说感谢的话，来，全在酒里，走一个。两人兴高采烈地喝了一杯酒。再一个，兄弟，还有个是哥哥的，求你。是不是你们厂里还要肉啊？兄弟，和聪明人说话就是痛快，这不是还有40多天就过年了吗？我们厂里决定搞一次30天岗位大练兵，这不，厂领导就给我们食堂下了任务，务必在大练兵期间保证工人师傅们的伙食。可是你也知道，现在全国上下物资紧张，不光是缺粮，尤其是肉，我们主任陪着肉联厂的领导喝了3天酒，才整来了200斤，这够干嘛的呀？这不，我们主任就想起你来了，托哥哥我来求求兄弟，能不能支援一把？我们主任说了，比黑市高1半的价格收，你看怎么样？行，柱哥，我这2天就进山。不过咱们丑话说在前头，这打猎可不是说打多少就打多少的，我只能说尽力而为。托了兄弟，有你这句话就行。柱哥，有件事我得和你说，不说对不起你。傻柱听秦大宝这么一说，顿时心里紧张起来。啥事呀，兄弟？这话说的有点邪乎。我爸之前到保定出差，遇到我和大爷了。傻柱闻言愣住了，何雨水手中的筷子也停了下来。6年前我16，雨水才7岁，何大清就撇下我们和白寡妇私奔了。后来我抱着雨水去保定找他，白寡妇愣没让我进门。十冬腊月，我和雨水在外面足足站了2个小时，他连面都没露。所以兄弟，你别跟我提他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们就没爹了。哥，我知道你的心情，可有些事，我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你和雨水。何大爷曾对我爸说，他自打去保定以后，头1年每个月给你和雨水汇10块钱，从第2年开始，每个月汇15，还给你和雨水写信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，我从来没收到钱。何大爷说，他怕你俩小，就把钱和信都寄给易大爷了。秦大宝起身回屋，他从笔记本上撕了张纸出来，递给傻柱。柱哥，这是何大爷在保定的工作地址。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傻柱像被吓到一样，一仰身子从凳子上跌了下去，好一会儿才抬起头。兄弟，我等不了了，我得去趟保定，我得去，我得知道，我爹不是不管我们，我爹不是不要我们。哥，我和你一起去。傻柱喘了口粗气，粗糙的大手哆嗦着给何雨水擦眼泪。不行，你不能去，你明天还得上课，哥自己去。接到半下班了，我得去厂里开介绍信，半夜有一趟到保定的火车，快的话，明天哥就回来了。傻柱说完，转头看向秦大宝：“大宝，你帮我照顾一下雨水。”没问题，柱哥，我支持你去一趟。傻柱随即跑了出去。秦大宝刚想回家，他突然看到外面的院子里正准备开会，于是他带着何雨水凑了过去。还有谁迟到的？有请假的吗？差不多都到了。傻柱子刚才不知道咋的了，着急忙慌的跑出门了，应该是闹肚子。哦，那就不等了。老刘，今天会议由你主持。好的。刘海中清了清嗓子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。敬爱的老师、同学，刘光天，你这个小王八犊子，你写的什么发言稿？这个刘海中高小毕业，整个发言稿还让儿子代笔，就这还成天做梦想当官呢。别笑了，今天的会很严肃的，我来说吧，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，就是搞好邻里间的团结要不要？雨水，你们院开会的主题这么大吗？都是扯犊子。秦大宝直接被何雨水的小表情逗乐了。易中海此时召集村民在院子里开会，秦大宝因为好奇也在一边旁听。这几天咱们院里发生了一些事儿，我就不提名道姓了，不好，影响很不好。我一直在说，无不是的老人，当小辈的要尊敬孝敬长辈，这是最基本的道德标准。你也有老的那天，如果到时候，我是说如果你的晚辈不尊敬你，让你那么大的年龄还要去受小辈的气，你会怎么想？易大爷，你说的是我吗？这是许大茂，可坏了。对，说的就是你。我本来想给你留点脸面，既然你给脸不要脸，那我就明白告诉你，不尊敬长辈、不孝敬长辈的人就是你许大茂。易大爷，什么长辈？谁家的长辈？不好意思，我家的长辈都在乡下，您老说的什么长辈可不敢瞎认。你们院可真有意思，这还到处认爹啊！秦大宝说话的声音有点大，被易中海和刘海中也听了去。哪来的这个小崽子？怎么一点家教都没有？什么东西？刘海中话没说完，被冲过来的秦大宝一嘴巴子给扇了回去。你谁呀？是我们院的吗？你怎么能无缘无故的动手打人呢？你无法无天了，想造反呐！敢骂我的人就是这个下场。易中海，易中海被秦大宝吓得倒退一步。突然，一个老太太从人群中走了出来。开会呢，怎么不叫我老婆子？哎呦哎呦，老太太，这怎么还把您给惊动了呢？龙老太坐在刘海中搬来的椅子上，而刘海中则站在一旁，像个侍候人的下人。开的什么会呀？说来让我老婆子听听。老太太，这不是最近院里发生了太多的事儿，尤其是有些年轻人不尊老爱幼，这不刚说到许大茂，这个小的就跳出来把海中打了。这还了得，这刘海中也是快50岁的人了，带他一个小孩子打呀，还反了天了。他是咱们院的吗？
不是呀，老太太，你说现在的年轻人多管闲事，不是咱们院里的去掺和咱的事。这还了得，还不把这个小畜生扣下，让他爸妈来领他。我老太太倒想看看这是什么样的人家教出来的教养。俗话说得好，豆腐别烧老了，大话别说早了。你们口口声声说要尊老爱幼，要讲道理。我问你们，刘海中无缘无故骂我父母，我不该打他吗？你别扯东扯西的，海中说啥了？至于你动手打长辈吗？从什么时候起，这人可以不论对错，只要是有了一点年龄，就可以认为自己做什么都是对的呢？年纪大了就可以随便侮辱谩骂别人的父母。易中海此时被秦大宝对得哑口无言。不管怎么说，不管对与错，不管是不是公平，易中海，你不是讲道理吗？你来给我说说，有人骂你父母，你动不动手揍他？告诉你，再跟我嘴里不干净，我往死了揍他！翻了，小毛孩子想反天了。对，我是想反了天了。龙老太，你是猎鼠吗？你儿子他是哪支部队的？是在什么战役牺牲的？秦大宝曾经看管档案室，这里好多人的材料他都看过。龙老太被问得瞠目结舌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。易中海，1940年你在什么地方？给什么人服务？易中海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他从40年到42年一直在小鬼子的兵工厂工作。还有你，刘海中，你个地主的狗崽子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作威作福？院子里一片死一般的寂静，然后大家都在窃窃私语。这小子谁呀？说话真敢劲，好像是胡同那头老秦家的。我想起来了，他是前公车间秦庆友家的大小子。秦庆友就是因为升级考试和易大爷吵架那个。怪不得呢，人家孩子都不在这个院中，易大爷还老是难为人孩子。易中海见情况不对，赶紧结束了开会。秦大宝轻蔑地瞟了他们一眼，和雨水打了个招呼就回家了。秦大宝在山里打了2天猎，回来时被村民们围了起来。哎呀，大宝，你又进山了！我去，这么大的野猪啊！二叔，把我二伯叫来吧。不，叫你二伯干啥？我把你老叔叫来，俺俩就整回去了。看着村里人那期盼的目光，再一瞅二叔咧到嘴丫上的笑容，秦大宝叹了口气，他回身召唤一个小伙子。狗蛋，去把你村长二爷爷叫来。狗蛋答应一声就跑，很快就领着秦庆荣来到了这里。大宝啊，你啥时候又上山了？这又打着一个大野猪，你这孩子真厉害。二伯，这头猪还是照常给村里。我的意思是肉不分，上回分肉就吵吵的不行，别的村一定在领导面前说咱的小话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肯定会影响咱们今年的救济粮。对着理，我昨天上公社，吴主任还问我说话这个阴阳怪气的，我回来就寻思，想叫大柱准备几个人进山打点啥送去。所以啊，二伯，这头猪你就送到公社，公社一高兴，没准年前就把救济粮发下呢。到底是念过大书的人，这见识就是强。那二伯就替村里的老少爷们谢谢你了。秦庆荣一摆手，叫了几个人就把野猪抬走了，而秦大宝则直接朝着自己家的方向走去。秦大宝一推开家门，就看到奶奶、爷爷和妈妈坐在炕上。爷爷奶奶，哎呦，奶的大孙儿呀！秦大宝放下背着的麻袋，儿子，这又打了啥呀？我到了咱村了，听说我爷我奶奶家了，就给了咱村一头野猪，又给我二叔扔了点，剩下的在村里收拾完了我就拎回来了。现在还有2条10几斤的大胖头鱼，2只山跳子，1只野鸡，1头野山羊。秦大宝边说边将麻袋里的东西掏出来。我的个天老爷，这大冬天那打的鱼哦，这么大，我大孙咋这么能耐呢？妈，我一会得去柱子哥家一趟。咋地，儿子，你不是就打了这么些吗？还有妈，还有4头野猪，2头羊，我都买好了。我跟柱子哥说一声，让轧钢厂出个车拉回来。我儿子就是厉害。妈，那我去柱子哥家了，晚上不一定回来吃了。行，你去吧，别耽误正事，我给你爷你奶做饭。秦大宝和爷爷奶奶告别后，便朝着傻猪家走去。他刚进大门，就看到何雨水正在啜泣。这傻猪都走2天了，一点馅儿都没有，让小姑娘这个煎熬啊！秦大宝正叹气间，严部贵突然来通知开全院大会。秦大宝扶着雨水出门开会，当他看到街道办的王主任后，才知道这和前2天的会议完全不同。老少爷们，大家静一静，请王主任给大家传达最新指示。同志们，我们街道要组织人员参加劳动，这项任务我们必须完成。院子里的人鸦雀无声，直到易中海咳嗽了一声，人群才稀稀落落地应起声来。这个易中海，这是什么作风？群众都要看他的脸色行事。同志们，街道成立了一个小组，小组成员由各个大院的负责人组成，具体怎么做，3天之内经开会研究后再通知大家。易中海听到自己进了小组，顿时腰杆子挺直了起来。正当他得意之时，院门处出现了2个男人。哥，爹！何雨水扑进何大清的怀里，嚎啕大哭。大清兄弟，你回来了？回来了。兄弟，有话回家说。说你二大爷。何大清猛地抡起拳头，一拳砸在易中海的脸上，易中海猝不及防地摔倒在地。何大清，你住手！怎么能无缘无故打人呢？王主任，我要控告易中海这个人面兽心的东西。你冷静一下，有什么事说出来，我给你做主。
王主任拉着何大清坐下，傻柱则牵着何雨水跟了过来。我说吧，王主任，各位邻居，原来我爹没有不要我和雨水，我爹自打去了保定，每个月都打钱给我们，还定期每个月给我和雨水写信，逢年过节都会给雨水邮衣服鞋子。这些钱和信都被易中海给扣下了，他还假仁假义的把我爹给雨水买的衣服鞋子说是他给买的，让我们兄妹感恩戴德。你们说，这世上还有比他更坏的人吗？院子里的人轰的一下就炸了，易中海脸色苍白，跌坐在地上。易中海，你说这是不是事实？肚子要不疼啊，就别怕喝凉水。你这耍的是哪一份呢？你这是贪污，是犯罪。这时易中海老婆突然窜了出来，她扑通一下跪在何大清面前。大清兄弟，这是不怨老易，全怨我没用，给一家没有生下一儿半女，是我想叫柱子给我们养老，我做主扣下了你邮的钱和信，我怕柱子还对你有感情，到时候给你养老不管我们，是我的错，和老易无关。你寄来的信还有钱全在这，我们一分钱都没动。兄弟，你要打要骂就冲我来吧。就是这回事，我一个月工资99元，我至于去贪你的1800块钱吗？你当初拍拍屁股和寡妇跑了，这些年不都是我们两口子照顾他们兄妹吗？这个钱我是打算柱子结婚的时候给他的，我没想过贪污你的钱。何大清听到易中海夫妇的话，头渐渐低了下去。这些年一直是大妈照顾我们兄妹，这份人情我点点。大妈，我和雨珠当着大家伙的面说一句，你老对我们的好，我和我妹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你老放心，以后我给你养老。大妈抓着傻柱的手，眼泪哗哗的流。傻柱又看向易中海，脸上满是不屑。易中海，大妈是啥样的人，邻里邻居的都知道，你也不用把责任往你媳妇身上推。今天这件事，我和雨水也不追究了，到此为止。不过我告诉你，从今往后，你我恩断义绝。易中海呆愣在原地，王主任在旁边叹了口气。今天的种种情况表明，这个院子里易中海是一言堂，他不咳嗽是一，大家连掌都不敢鼓。现在再加上何家的事一出，我真的是越发厌恶这个人。既然你们当事人都不追究了，这件事就算了。不过易中海，你这个管事大爷就不要当了。老严，以后这个院子你负责，明天你到街道办来开会。严不贵闻言大喜，刘海中见状满脸堆笑凑近王主任。主任，你看我，你看你个屁！你消停待着得了，哪都有你。我是哪里得罪王主任了吗？店里人一看刘海中那副呆样，哄堂大笑，而秦大宝则和傻柱一家人各回个家。秦大宝刚回到家，陆秀娥就告诉他赵素春一家人要请他吃饭。秦大宝想了一下，便带着妞妞动身去了赵家。可没想到的是，他一过去就得做饭，一直到晚上，赵雨初才下班回到家。赵叔今天回来的挺早啊。哈哈哈，既然请客，怎么让客人下厨啊？不过这味道闻起来是比春儿做得好。赵叔，我们兄妹可没把自己当客人啊。哈哈，好，这个是你妹妹，叫妞妞吧。来，妞妞，叔抱抱，扎一下。妞妞笑着在赵雨初的怀里扭捏，她想躲开叔叔的胡子。春儿，我鸡汤熬好了，你端一碗给许姨。素不去叫素觉回来吃饭。赵素春随即招呼家人吃饭。没过多长时间，所有人就坐在桌前动起了筷子。小晴，你是新社会新青年，不理解我们这些老人的心思。所谓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我确实教惯了素觉一点，毕竟就这一个儿子。今天请你吃饭，叔是真心想谢谢你的救命之恩的。叔也知道薄酒素菜是报不了恩的。我听春儿说你还没工作是吧？那就到叔的厂里来。叔是厂长，一个正式工的工作还不成问题，或者是你有什么想法，尽管和叔说。赵叔，我不想顶岗上班，我想当公安。当公安不行，这工作太危险了。赵素觉晚上请秦大宝兄妹吃饭，秦大宝借机提出了自己想当公安。叔，我想继承老一辈的遗志，和坏人斗争到底，我就想当公安。当公安倒是不难，听说市局最近要招一批干部，既然你决定了，我就去打个招呼，应该问题不大。秦大宝兴奋地点头。等吃过饭后，他便带着妞妞从赵家离开。在路过一处院子时，他听到一阵孩子的哭声，紧接着就看到傻柱和贾东旭走了出来。兄弟，我们主任。柱子哥，你们院里怎么有小孩哭得这么惨啊？嗨，我们院出大事了！前院陆百文两口子前天接到消息，他妈得了重病，这俩口子赶紧请假回乡下。可谁知道光天化日之下碰到打劫的了，结果两口子都被害了，可怜留下的孩子。那你们干嘛去？这不是要设灵堂吗？我们俩去找个地方买点香烛烧纸啥的。哦，那你们赶紧去吧。傻柱两人刚走，秦大宝突然想起了什么。上一世陆百文夫妻二人被害一案曾经轰动一时，3年后才破案。元凶是陆百文的弟弟陆千川。这个陆百文和陆千川不是亲兄弟，陆百文是养子，2、3岁的时候被陆千川的父亲捡到后抚养长大。这次他们被害的动机很明确，就是图财害命。秦大宝仔细回想陆百文夫妻被害一事，他越想越震撼。这陆百文夫妻是红星轧钢厂的工人，陆千川觊觎他们的工作和住房，才雇佣了他媳妇的2个兄弟，假借母亲生病的名义，半路劫杀了陆百文2人。后面更惨的是，陆百文的养母更不是好东西，她为了彻底霸占房产，竟然在3个月后将陆百文的5岁的女儿赶出了家门，导致最后被饿死在了桥东，尸体还被扔到了乱坟岗。我之前还见过陆百文，就是一个憨厚的青年，不管跟谁都没红过脸吵过架，没想到真应了那句老话，好人不长命。
秦大宝步履沉重地往家走，到了家倒头便睡，直到被噩梦惊醒以后，他就坐在床头开始沉思。举报陆千川谋财害命，为陆百文报仇，这个倒不是问题，问题是如何举报。这线索的来源说不清楚，总不能说上辈子经历过吧。秦大宝想着想着又出现困意，然后便一直睡到了第二天早晨。他走进巷子里，突然看到了一个小女孩在瑟瑟发抖。这不就是陆百文的女儿吗？秦大宝紧走2步，然后蹲下摸摸小女孩的头。哥哥，我在等爸爸妈妈回来。哥哥陪你等。这时大妈陪着一个农村老太太从门里出来，见到小女孩就大呼小叫了起来。文文，你咋往外跑呢？你看把你奶奶给急的。小女孩靠在秦大宝的怀里，一直到女孩的奶奶找了过来。这么小的岁数就知道勾男人，跟他那个死妈一样。老太太的话音未落，秦大宝一手抱着小女孩，一手一个大逼兜。你怎么打人呢？紧接着一个青年拎着铁锹从院子里冲了出来，小女孩一见他，立刻缩进了秦大宝的怀里。谁打我妈了？狗日的，老子打死你！你瞎呀？这里除了老子还能有别人吗？秦大宝放下小女孩，你妈的嘴太臭，这是病，老子给他治治，这人肯定就是陆千川了。那你也不能打人呐，这是不对的，这次就算了。陆千川后退着就要进门，秦大宝一把抓住了对方的头发，陆千川只觉得头发剧痛，然后就重重的摔在了地上。当家的呀！这时秦大宝把小女孩抱了起来，不怕，咱不怕，哥哥是打坏人。文文不怕，他们是坏人。小女孩说着捋起袖子，露出了伤痕累累的小细胳膊。是他们掐的。昨天晚上奶奶、二婶不让我哭，我不听，他们就掐我，还用针扎我。秦大宝听到小女孩的话后，顿时火冒三丈，他一脚踢昏陆千川的老婆，接着又一脚干昏陆千川。这几个畜生太恶毒了，为了一份工作，为了一个住房，雇凶杀人不说，还把这么小这么乖的孩子给赶出门去活活饿死。这些不是人，是畜生，打畜生是不分公母的。这时一中还走了过来，大妈见到后立马开始告状。老易呀，可不得了了，后院姓秦的小子把陆家老二他们2口子都给打了。这时文文奶奶也从门里跑了出来，刚才她一直躲着没敢出来。这个天打雷劈的东西竟然敢打人，没天理没王法了！老天爷呀，咋不打雷劈死他呢？我说东林家的、西社家的，你们都来看看吧！这个犊子进门二话不说，抬腿就踢，伸手就打呀！我可不活了，这还是人吗？是畜生！老嫂子，这是咋回事？哎呀，他一大爷呀！我可不活了！我们老陆家造了多大孽呀？咋碰到这么一个牲口霸道、不讲理的畜生呢？就刚才这个小畜生一嘴巴子把我打的呀，连东南西北都找不着了。他一大爷，你可是这个院里的管事大爷，你管不管？不管我就去政府告他。管，老嫂子，你放心，我们院可是街道闻名大院，尊老爱幼，没有不是的长辈。这种不讲理、打人的人，我们一定不放过。